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小甘。想必到过咱们门店或者经常逛咱们淘宝店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们原生态目前也开始经销水月雨的产品了。水月雨的全系列产品我们都是有经销的。今天开箱的就是来自水月雨的旗舰产品原点，俗称水2万。说到水月雨，可能很多朋友们脑海当中有2个印象，第一个就是与二次元离不开关系。第二个就是水月雨的价格都不是特别的高，比如说像男二、足二、药丸、U2 等等一系列吧，有大量的产品都是在100-200元这个价位的。但是啊，水月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高阶产品的，比如说像之前的光，还有日轮等等这一系列产品，价格都是相对高一些的。之所以说这一点，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水月雨就只剩下二次元以及低价了。其实水月雨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正经的 Hi-Fi 品牌来着，因为几年前就有过爆款产品，那就是 Kato， 再比如说像黑剑还有光等等，对吧？通过这些产品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水月雨的产品内核永远是和 Hi-Fi 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今天，水月雨总算是在价位上面再往前走了一步，达到了2万元人民币这个售价档位，这就是原点。如果说大家经常逛展会啊，或者说在贴吧里面看，对吧？会发现无论是我们国内的品牌还是欧美品牌，2-3万元根本就不算啥了，甚至于4-5万的产品，但是那些4-5万甚至于更高的，在我看来啊就有点抽象了，所以那些咱们就不谈了。反而对于水月雨这么一个体量的公司来说，2万元的产品到今天才出，这一点是让我有些意外的，因为别家老早就30万、15万了，对吧？好了，不啰嗦了，接下来咱们就开箱看一下这款原点。我们首先看到包装上面的这一行字啊，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走寻常路吧。这个介绍就是恐怖堆料双动圈，参考级爽塞。这个表达方式，如果说您经常看贴吧的话，会发现类似的表达方式在贴吧里面经常看到。但是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官方产品介绍，而且是印在包装上面的，水月雨应该是开了这个先河了。然后背面的话就是产品的一些简单的参数，包括频响曲线啊，以及灵敏度和阻抗。这里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下，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单元差针是0.78的，频响范围9到33千赫兹。然后有效频响范围，它还分成了2个，就是频响范围和有效频响范围。有效频响范围是20赫兹到20千赫兹，阻抗是15.8欧姆，正负15%，灵敏度121 dB。哇，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如果说看这个阻抗以及灵敏度的话，会发现这款耳塞是一个非常好驱动的耳塞。但是因为之前这款耳塞做过一些巡回嘛，就咱们之前看到的一些信息来说，普遍反馈这款耳塞对于前端是有一些要求的。接下来我就开箱并且试听一下，看看这款耳塞到底如何。这么大的一个包装，里面却只有一个小小的耳塞，说明里面的配件啊、周边啊，可能能讲的地方还挺多的。这个设计让我想起了索尼 ZR， 就是那个小 ZR， 也是这种类似的抽屉式的设计。对，一些说明书、宣传册之类的，这个不管了。我们看一下配件，这里有一个耳机包，这个原线的分量不轻啊。拿到手上沉甸甸的，能够看得出来还是花了一些功夫的。但是作为一个2万元的耳机，在配件上面，我怎么感觉还没有999的终章来的丰富？因为终章还配那个 Type-C 线以及4.4转3.5线，对吧？这一款能买20个终章，配件方面却少了很多。3对硅胶套，大中小，然后这里面不出意外也是耳套。对。没有太多花头啊，这里面是6对，一共是9对耳套。不瞒大家说啊，这个开箱让我有点失望，因为开出来的配件就只有这么一点。我在开箱之前还以为里面内容会很丰富，结果开箱之后就是耳机单元、线、耳机包，还有9对耳套，再无其他了。在配件的丰富程度上，是绝对没有自家的终章来的豪华的。这个下面还有吗？啊。不好意思大家，确实是没有更多的配件了，就这些。当然了，这里咱们可以用高情商的说法来形容一下，那就是这2万块钱全部都花在声音上面了，没有花在花里胡哨的包装啊，或者说配件上的，把所有的成本都投入在了耳机的音质上，对吧？这是高情商的说法。
低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确实是有点抠的。接下来咱们就接上，简单的试听一下。这个0.78的松紧程度还是不错的，比起之前水月雨的那条耳塞，就是光嘛，比那一条0.78母座要做得更好。哎呀，耳套忘记拿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一次原点这个耳机啊，前腔和后腔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后腔的话是不锈钢的一个材料，但是前腔这个很难形容，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夏天躺在自家平台上看银河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黑色的背景当中有一些波光粼粼的感觉，在黑色的背景当中加了一些银箔啊还是银粉之类的一些材料，看上去整体的质感还是非常在线的。先佩戴一下，看看佩戴感怎么样。不算特别的服帖啊，毕竟是个双圈嘛。但是打个70分问题不大，就是它不服帖，但是也不能算难受，不算胀耳的。但是它与耳朵的，大家可以看到与耳朵的一个贴合度，这里这个位置它是空的，做的不是特别的到位。这一点的话，我后续通过耳套的更换，来看看能不能够调整一下。既然要听水2万了，那肯定要用水月雨自家的设备了，对吧？这里有一个水解3，试试看。虽然都说难推啊，但是咱就偏不信这个邪，就用尾巴。不行，这个耳套总感觉戴不到位，还得换。大家在选耳套的时候啊，一定要确保这个耳套能够将耳朵给它密封住，但是又不至于过松，或者说有点胀。过胀的话会感觉到耳朵不舒服，因为有点胀了嘛。而过松的话，低频就会漏掉了，也是不合适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比如说一副巴洛克 Stage M 号，可能在这款耳机上用的很好，但是换一副耳机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耳机的腔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副耳套的经验不能够套用在所有的耳机上，只能自己去尽可能多的多试一下。这个好多了，听听看。其实都不用试听很久。原点这款耳塞啊，虽然官方用口语化一点的表达呢，就是爽塞，但是我认为这款耳塞不光光是爽塞，而是构建在一个拥有健康的3频基础之上，然后将音色做了生动、做了鲜活、做了抓耳的这么一副耳塞。如果说您之前接触过水月雨啊，一定会记得一个词，那就是水式调音。水式调音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过于去追求平直的曲线了，而忽视了听感。听起来数字是在线的，但是听感方面不会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听起来有一些索然无味，或者说过于直白了。那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低频方面，就是之前拥有水式调音的耳塞啊，在低频方面都显得有一些干，有一些紧，在量感方面做得过于保守和克制了。而且整体的话也显得缺少了一些音乐性，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这个声音缺少一些包围感，缺少一些人情味儿。而这一次在原点这款耳塞上，我可以说通过前面几分钟的简单试听，没有找到任何水式调音的踪影，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个热情、高频拥有一定华丽感、低频量感与凝聚力俱佳的这么一款耳塞。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原点这个双动圈的组成形式。中频方面的话，是一颗10毫米的动圈单元，这颗动圈单元是采用了人造钻石球顶的一个振膜技术，在磁路方面也是使用了一个双磁的结构。而低频单元的话是13毫米，这个念起来可能比较绕口啊，叫做长形层外磁式碳纤维盆，再配合聚酯旋边的一个材料技术，等于说内部的单元，如果我们简单一点理解的话，那就是10毫米加13毫米这么2颗动圈单元。这也是为什么腔体我们看起来会略显怪异的一个原因。不过实际拿到手的这个观感，我认为还不错，绝对和丑这个字是不搭边的，是有一定的设计感在里面的。线材方面的话，这一次与以往产品也有所不同，标配4.4，这个是肯定的了。
不过在线材的结构方面是3重同轴配合油净无氧铜镀银所组成的一个结构。就我的感觉来说啊，这条线材搭配原点子副耳机，在音色上组合的是比较协调的。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个反面例子，就是 Softair 的迷，那款耳机搭配的是 Effect Audio 的线嘛，但是客观说啊，那根线是明显有点拖耳机的后腿的。您如果说选购了迷这款耳机，您不妨试一下手头其他的升级线，大概率啊随便一根搭上去，都比原配的那条 Effect Audio 的线要来得更加的好听。那条 EA 的线把迷这款耳机整个通透的声底给抹去了，反而变得有一些暗淡无光了。而水月雨的这款原点与这条线材的组合搭配，我认为在音色上面的配合就做得更好，并且因为是双动圈的一个关系嘛，所以在声音的分频啊、衔接啊这些方面，比起同价位的混合结构来说，我认为在声音的自然性啊、衔接性这些方面做得要更加的优秀。说到这里，咱们再岔开一下啊，就是多动圈的这种单元组合形式，之前咱们接触过哪些产品？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样神了。三样神这款产品大家都叫抽样神嘛，就是因为三样神所能应对的音乐题材实在是过于狭窄了。您如果说听现场音乐，或者说巴洛克时代的古典音乐，比如说像巴赫之类的，那三样神的表现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您拿来听泛流行音乐的话，三样神的解析度可能会让您觉得不够用，因为有一些过于强调氛围感、现场感的还原能力了，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另外一个双圈就是 MA 的那个日食，那一条的二手价已经掉的妈都快认不出来了。因为那一条耳塞啊，虽然上市的时候火过一阵，但确实后面回过头再看看的话，会发现那款耳塞本身的硬伤了，那就是过于闷糊了，整体的能量感全部集中在中下盘，高音方面几乎是上不去的。当然呢，也有些朋友觉得 MA 日食的低频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比较浑圆饱满嘛。但是无论是日食还是三样神，在音乐题材的兼容性上都是显得有一些狭窄的，基本上只能对应那么2-3种的音乐题材。三样神的话是听现场摇滚还有巴洛克音乐，而日食的话在我看来是听男声爵士还可以，但是这个覆盖面明显不够广，特别是三样神当年也要卖到2万块钱的一个售价了，对吧？那个日食也要卖到万把块钱了。而这一次原点对比之前的双动圈或者说3动圈的产品来说，在音乐题材的兼容性上，比起之前的产品都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非常好。无论您是听 ACG 还是泛流行，甚至于古典啊、现场啊，我认为用原点来听都是可以的，非常生动，非常抓耳。那么说了这么多好的，比如声音多好听啊，对于前端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等等之类，对吧？那么原点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呢？我认为有2点您需要适当注意一下。第一点的话就是佩戴，您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多试一下手头不同的耳套，从而挑选到最符合自己的尺寸以及型号。第二点的话就是音色方面的了。前面咱们说了，这款耳塞的声音就如同包装上写的一样，是一款爽塞。那这也就意味着啊，原点这款耳塞的音色并不是以追求还原为第一目标的。如果说您追求的是绝对正确，或者说直白符合哈曼曲线的音色，那么原点这款耳塞我认为就不符合您的一个需求了。因为原点这款耳塞是以听着好听为第一卖点的，而不是追求绝对正确。那除了以上2点，还有一点需要大家在日常使用当中适当留意的，那就是我注意到原点的面板是使用了不锈钢抛光的一个材料。这个抛光的程度啊，我这样照着的话，就像一面小镜子一样。这也就说明在日常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的。因为这种镜面抛光的效果啊，是比较容易留下划痕的。这一点也需要大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适当留意。不瞒大家说，之前水月雨卖1万多的那个日轮2，我也听过一次。是我们一个朋友买了之后带给我们听的，但是我对于那副耳塞就真的完全听不来。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佩戴非常糟糕，不管换什么耳套都很难调整，而这次原点在佩戴上面比起日轮2要改进的非常多。然后在音色方面，日轮2的声场虽然大啊，但是我听着是明显有些空的，就是它声音缺乏重心，缺乏凝聚力，有一点点过于直接了，从而显得有些苍白了。声音也是那个问题，没有什么感情。而这一次的原点是没有这些问题的，声音的重心与落地感都是在线的，甚至于在高频方面还拥有了一些人声的甜美度，但又不是渲染的非常厉害的那种高频，而是在保证了高频延展性的基础之上，把细腻度与顺滑度都做到位了。如果说您听女生的话，那原点的高频表现与女生表现，我认为不会让您失望了。而在中频的密度方面，我认为比起日轮2也进步了非常多，中频明显听起来更加的饱满，也更加的充实了。所以前面我听完，我甚至于觉得这款耳塞到底是不是水月雨的？因为就音色方向来说，与水月雨之前的调音思路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
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个流行音乐、SAG 或者说弦乐爱好者，对于整体的鲜活度、高频灵动感、单频衔接性这些方面有着明确要求的话，那么原点这款耳机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好了，关于原点这款耳塞的开箱，咱们今天就做到这里了。虽然厂家宣称原点是一副爽塞，但是我认为原点并不仅仅是一款爽塞这么简单，而是拥有了更多的特质和风格了。原点我认为更像是一款彰显自身实力的一款旗舰产品，在2万元这个价位，水月雨原点是绝对站得住脚的。那这一副原点，接下来就会在咱们原生态的上海门店提供一个出样，欢迎您有空来试听一下这副与传统水月雨完全不一样的原点声音到底如何。最后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